黎的午后，天空阴沉的像是一幅尚未干透的油画，灰蓝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，空气里弥漫着湿润而微凉的气息。塞纳河边的风缓缓吹过，带着一点初春特有的冷意，也带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与孤独。后台的灯光明亮得近乎刺眼，王一博坐在化妆镜前，安静得像一尊雕塑。造型师站在他身后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着他的头发，各种发胶和定型喷雾混合在一起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化学气味。镜子里的那个年轻人，五官清晰，神情冷静，仿佛周围的一切喧闹都与他保持着某种距离。今天的造型与以往完全不同，松垮的廓形外套，不规则叠穿的衬衫与针织，甚至连裤脚都带着一种刻意的不对称感。整体风格看上去像是随意拼接的碎片，却又隐约形成某种大胆而前卫的艺术语言。造型师轻声问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王一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微微歪了歪头，像是在观察一个陌生人。挺好的，他说。旁边的经纪人却有些担心：“一博，这种风格可能会有争议。”他压低声音提醒。王一博听完，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伸手整理了一下袖口，然后轻轻勾起嘴角。那笑容并不张扬，却带着一点年轻人的倔强。我知道，但这就是品牌的态度，也是我的态度。后台有人喊了一声，准备上场。王一博站起身，灯光落在他的肩膀上，像是一层淡淡的光晕。他走向秀场入口，那里是一片即将爆发的闪光灯海洋。当他迈出那一步时，快门声瞬间此起彼伏。他很清楚，在遥远的东方，在无数个屏幕背后，正有成千上万的人看着他。有人期待，有人质疑，有人热爱，也有人准备嘲笑。这就是舞台，光越亮，影子就越深。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窗外的天色也同样阴沉。肖战坐在画架前，手里握着一支细细的画笔，画布上是一片尚未完成的色块，淡淡的蓝色铺在背景里，像是某种宁静的天空。桌子上的手机忽然亮了起来，是直播推送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，秀场的画面正好切到那道熟悉的身影，王一博。那身衣服在镜头里显得更加大胆，层层叠叠的布料，松散的线条，甚至有些凌乱的设计，让人一时间难以判断它到底是时尚还是叛逆。评论区已经开始沸腾，有人说好看，有人说奇怪，还有人毫不客气地嘲笑。肖战却只是安静地看着，他的视线落在王一博的眼神上，那种眼神他太熟悉了，那是一种带着一点倔强的坚定。忽然之间，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那天也是下雨天，练习室很小，地板有些旧，墙角甚至还有一点点剥落的油漆，窗外的雨声不断敲打着玻璃。王一博把自己关在里面练舞，音乐一遍一遍的循环，动作失败了就重来，又失败，再重来。当肖战推门进去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个满头大汗的少年，T 恤被汗水浸湿，头发乱地贴在额头上。王一博停下来，气喘吁吁地看着他，战哥。他的声音有点沙哑，我是不是跳得很乱？肖战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从桌子上拿起一瓶矿泉水递过去，先喝口水。王一博接过水，大口喝了几口，
肩膀还在轻轻起伏。肖战伸手替她理了理额前湿透的头发，那动作很自然。谁说乱就不好？他说，有时候乱一点反而更有生命力。少年愣住了，肖战又补了一句，那是属于你的节奏。那时候的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有多远的路，也不知道多年以后世界会用多么复杂的眼光看着他们。他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只要继续走下去，总会有光。秀场结束不到半小时，网络上的讨论已经炸开，有人截了图，有人做了表情包，还有人开始分析所谓的时尚灾难。这种衣服也能穿出门？是不是造型师跟他有仇？太乱了，一点也不优雅。巴黎的雨越下越大，车窗上布满细密的水珠。王一博坐在车后座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脸上，他滑动着那些评论，表情始终平静。这些话他其实早就习惯了，可有时候人再坚强，也会在某一个瞬间停顿一下，指尖停在某一句话上，看起来像没睡醒就出门。他轻轻呼出一口气，然后把手机放下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，一条新的消息，没有备注名字，但那个号码他熟得不能再熟。消息很短，只有一句话，造型很有意思，很适合你，大胆往前走，一如既往的帅气。王一博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车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远，他的眼神慢慢柔软下来。那一瞬间，他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小小的练习室，那瓶矿泉水，那句很有生命力。他低头笑了，那笑容不是给镜头的，只是属于某一个很安静的瞬间。第4章，不需要全世界都懂。这个世界其实很吵，人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，什么是好看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正确。但有时候，一个人真正需要的，并不是所有人的理解，只要有一个人懂就够了。在肖战看来，那些所谓凌乱的造型，其实和当年练习室里的舞蹈一样，不完美，却真实。他打开社交媒体，看着那些争论，然后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，写下了一句简单的话：我觉得很好看。那是他的态度，没有解释，也没有辩论，只是一个很平静的表达。可粉丝很快就看见了，评论区忽然安静了一下。有人说，原来真的有人懂。有人说，突然有点想哭。娱乐圈总是很快，很冷，也很复杂，但偶尔也会有这样一个瞬间，有人在风暴里站出来，说一句很简单的话：你这样就很好。雨停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午夜，巴黎的街道被洗得很干净，远处的灯光倒映在地面上，像是一条条柔软的光带。王一博站在酒店露台上，夜风有点凉，埃菲尔铁塔在远处发着金色的光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手机，聊天框还停在那条消息上。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只回了2个字：谢谢。很简单，却像是把很多很多话都放在了里面。谢谢那瓶水，谢谢那句很有生命力，谢谢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。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，有些人只是擦肩而过，有些人会给你虚假的赞美，但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你最狼狈、最被质疑的时候，轻轻告诉你一句：没关系。
你